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會來關心到是伊朗的新戰法拖垮了美國，飛彈狂轟約旦，無人機則是攻科威特，中東盟友現在集體轉向了，而美國另一部分現在最新發信求救，真的美軍沒招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做深度剖析。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大家好。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那麼再次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寰宇新聞台，尤其是在環球大戰線的主頻這邊，我們現在有會員頻道，按下加入這個鍵，才可以真的成為我們的戰友。那麼希望跟我互動的留言一樣，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來針對這些回復。那麼今天的大主題，我們來就美伊戰事特別做關心，因為呢，川普又下了最後通牒。這一次是在3日的時候，他在白宮公開警告伊朗，如果再不趕快簽署協議的話，德黑蘭接下來要面對的可能就是斬首行動了。他還說呢，伊朗的官員現在可急了，已經主動向他打電話來求饒啊。那麼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來看到伊朗外交部怎麼說的。他說，根本這期間完全沒有跟美國有任何的談判吶，而他們現在關心的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全部都是交給阿曼去來討論的，所以呢，跟美國是沒有任何的對話的一個管道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政治上面喊話，在軍事上面，伊朗現在持續擴大對於這些中東波灣國家，還有跟美軍基地有關的地方來做了多起的攻擊。我們先來看到，在8月4號這一天，科威特境內傳出了多起的爆炸聲，傳出至少3架的無人機攻擊美軍所使用的基地。而另外，我們來看到一艘貨輪在阿曼的外海遭到不明拋射物給擊中。在8月3號這一天，在荷姆茲的上空也擊落了一架是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這是來自於這個伊朗的最新說法。而現在來自於路透社也針對了近期這幾天伊朗的各種攻勢做了一個整理。他認為伊朗目前的戰略叫做漸進式升高衝突的策略。路透社也特別解釋了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再追求跟美軍面對面的硬碰硬，而是也不打所謂一次性的勝利，而是把戰火慢慢的擴大，而且是從4路的方向來做這個打擊。好，所以這就是路透社特別提到的漸進式升高衝突的策略。我們看到哪4大領域來做打擊呢？首先，針對於美軍基地，過去幾週伊朗已經使用了飛彈無人機攻擊的地點，包括了科威特、巴林駐有美軍的波灣國家，打擊當地相關的基地，還有相關的設施。再來荷姆茲海峽的部分了，只要呢這些商船走的不是伊朗所指定的方向，那麼它就會進行轟炸。第3個是波灣國家的能源還有基礎設施，所以鎖定的都是跟石油有關的設施。最後是支撐現在波灣經濟最重要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數位經濟的這一些資料中心也開始做打擊了。CNN 特別報道，這當中包括了阿聯還有巴林的亞馬遜資料中心，都曾經因為伊朗的攻擊受到破壞，而現在服務立刻是出現了中斷。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張將軍怎麼看了？川普一方面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但是我們看起來伊朗是完全沒有在管的，繼續的出招，從美軍基地打到航運到 AI 能源資料中心，全部擴大戰火。伊朗敢升高這一場衝突的底氣是什麼？那麼我們從軍事的角度來做判斷的話，德黑蘭的作戰戰略又是什麼？張將軍怎麼看？德黑蘭大概對美軍的這些重要的戰爭潛力的關鍵設施來實施打擊。那這樣子玩下去的話，原則上伊朗會被他佔便宜。為什麼？他打的是美軍的高價目標、高價設施，還有高價後勤。因為美軍都是集中型的，它集中在中東地區，不管是約旦或者是這個科威特，還有卡達、巴林，都是屬於集中型，它沒有分散型。那集中型，你就會標定被伊朗做這個首要攻擊的目標。第二個，美軍大部分它的這些軍事設施都沒有長期的地下化，那屬於露天，它是蓋，當然它有蓋這個敞篷，有這個類似這個堅固的這個掩體，但是問題還是露天，你露天還是容易被攻擊，不是從底上攻擊，你就可以從側邊做進攻，這個無人機從側面
導彈可以從上面，但無人機可以從側面就傳進去了。所以美軍在這一方面並沒有非常強固，能夠避免伊朗報復打擊的這個堅固的軍事設施。那我們看來，那現在那伊朗怎麼用？伊朗打的都是報復戰。那美軍打伊朗，伊朗才做報復。你注意看，伊朗都是被動報復，伊朗沒有主動報復。我一直看這個節奏，只要美軍動他好，那我就準備要。那他有報復清單，這些清單的優序，它有排定它的重要性。所以你剛才所講到的這些相關的這些 AI， 還有運算中心或者資訊，或者我們講到的直管通勤系統，這個就是伊朗要攻擊的目標。甚至我們可以講了，甚至金融哦，因為你這個 AI 跟金融是有相關的哦，你這個金融的這些彼此的這互聯，或者是交易，那都是不是靠 AI 嗎？這些都是伊朗所要打擊的。那這樣整個消耗戰下去的話，誰比較吃虧？美國比較吃虧。因為美國的戰略補給線太長，它要從美國本土用過來。然後伊朗是就地以逸待勞，反正这是我的家，我的大本營，我大本營來對你發動攻擊。那美國既然是遠道而來，補線那麼長，美國就會勞師遠征，這個對美國來看是個戰略負擔。那美國沒辦法克服，這是沒辦法，這是先天的條件是沒有辦法克服。再來的時候，那伊朗的目標是什麼？伊朗戰略目標就兩個，第一個我就是要發展核武，所以到現在為止，美軍這樣子對伊朗的大肆報復，就是要你放棄發展核武。伊朗有答應沒有？這是我戰略目標。第二個，我就是要控制荷姆斯海峽。伊朗就這兩個戰略目標。到現在為止，美軍有沒有達成？美軍沒有。伊朗有沒有達成？伊朗還在持續的控制當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誰占上風？伊朗占上風嘛。那現在那個最壞的情況就是說，美軍要繼續耗下去的話，是美軍比較吃虧。所以你看，美軍打停停，不是說川普人心人數啊，不是啊，是因為力有未逮。到現在為止，他不靠海軍陸戰隊，不靠美軍的陸軍，然後靠空中轟炸，你有沒有重錘下去？沒有，都是波次攻擊，並沒有這個我們講到的毀滅性的打擊，沒有。所以要打到石器時代，我看伊朗到現在為止沒有，不要說石器時代啊，這彩陶還有這個黑陶時代都還沒有打到啊，怎麼會打到石器時代？所以按照這樣目前來推估的話，伊朗的底氣是比美國大概略勝一籌。好，那這些波灣國家如果看在眼裡，看到伊朗它的底氣比美國還要更高的話，這些波灣國家現在也要尋求自保了，可能認為說，那美國真的還可以保護他們自己嗎？所以最新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在中東經營說10年的所謂的安全保護傘，是不是現在開始出現了破滅？而首先的破口就是我們特別關心到約旦這個國家了。美國事實上呢，每年提供約旦大約是20億美元，這當中包括了軍事跟經濟上面的援助。換取的是，約旦的基地可以支援美軍在中東的部署，但是呢，這個利益交換之後，真的有保護到約旦嗎？我們來看到，從7月8號美伊停火安排在破裂之後，伊朗已經向約旦發射了60枚的飛彈跟無人機，而且我們稍微再回顧一下，如果說從戰爭最初的3個月來看，約旦大約遭到伊朗125次的打擊，但是在最近甚至這些打擊的力道甚至比過往還要更加力道更強了。短短不到1個月的時間，我們看到攻擊的數量已經是接近了前面3個月的一半了。那伊朗甚至是不攻擊這些約旦的平民地區主要開始攻擊到了跟美軍相關的這些設施，所以呢，約旦的這些盟友就在想說，未來我們真的還要持續靠美國嗎？這個是川普現在所擔心的，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現在民調對川普真的非常不利啊。我們來看到 CNN 的最新民調，67%的美國人認為川普決定跟伊朗開戰已經傷害了美國，65%的人甚至認為川普的政策已經讓現在的經濟惡化。民眾還抱怨，每多付1美元的油錢，就看到1名的士兵會因此受傷。所以呢，現在五角大廈想出了一個什麼辦法？好像看目前各種招數，斬首啊、轟炸啊，完全都沒效。所以最新呢，這個五角大廈罕見的向美國的部隊發信來徵求他們詢問說如何對付伊朗，你們有沒有更好的一些策略？但真的是因為無計可施了，所以只好發這樣的信嗎？那首先請教大使怎麼看？路透社形容伊朗的招數叫做漸進式升高衝突的一個打法。這一套打法真的可以為伊朗增加更多的談判的空間嗎？謝大使怎麼看？對，這個漸進式這個升高衝突
其實是很精準的一個怎麼樣？很精準的一個觀察。因為這場戰爭現在打了4個多月，哈，8月228開始嘛，啊，那事實上的話，它的節奏看起來就是啊，你這個美軍啊，事實上怎麼講呢？它這個一開始怎麼攻勢很猛，可是呢，一開始以後沒有多久，它的攻勢就往下降，然後再重新啊，從心理上，在這個這個物質上再重新裝備的，再攻一次，哎，又下來了，再攻一次，又下來了。所以它是波段式的怎麼樣？波段式的越打越弱。其實你現在要看起來的話，第一波最狠，228時候那波最狠，那還用了鑽地彈啊，對不對？然後一波就殺死了什麼？就殺死了48個伊朗的這些領導人。接着這個對德黑蘭也有進行攻擊啊，那第2波就不行了，第3波更不行了，第4波。就是說根本沒打出去就已經收回來了，哎，就川普已經變成什麼 Taco 王了，哎，他已經稱王了，那不是在華盛頓稱王，是 Taco 界他稱王，嘿，所以反過頭來你就看，其實是什麼？是伊朗他對美國的打擊量越來越強，促使美國的怎麼樣？他的打擊力量越來越弱，所以其實這個路透社這篇文章他說，第一個就是川普，他說伊朗最善用是不對稱打擊。不對稱打擊，也就是說，這個你打我的重要的目標，我打你更重要的目標，我都針對你的軍事後勤體系完整的體系去破壞，那沒有說這個炸藥今天炸那個，明天炸這個的一下50波、70波下去，伊朗沒有，對，伊朗很清楚的，他是在不對稱的打擊，而且他打你的什麼？打你的要害之處。第二個就是說。他的這個升級是精算式的升級，他每次在報復對等報復的時候，他都避免進行全面性的怎麼樣這個對抗，還有進行一種對抗會把你的這個戰事會升高的。我從頭到尾我就是對等式還擊，我從來不主動攻擊。雖然現在他因為漸漸升高到一個程度以後呢，他就主動出擊了。所以呢，這個裡面。這個路透社還講，他這個最重要的，他抓到了戰爭的成本這個要素，是把這個戰爭的成本很清楚的轉嫁給美國。那個就是荷爾姆斯海峽發生的這個攻橋，本來是伊朗被打的怎麼樣？這個什麼很多基礎設施啊，軍用基礎設施一個個被打掉，那麼甚至有些煉油設施也被打掉。可是呢，這個是伊朗，美國認為伊朗要付出的代價。結果呢，伊朗知道你美國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油價上升。那要讓油價上升怎麼做呢？就是把荷姆斯海峽就進行封鎖，所以他很明確把你這個成本給轉嫁。然後呢，他這個時間呢，也就是說，你每次打我，我的回擊呢，都比上一次還要更狠一點。而且呢，我的打擊呢，也讓你越来越畏懼，因為我把你的這個所謂的你在這個區域裡面美軍整個的情報監察還有指揮系統一個一個給你打下來，所以我每次打你的時候，你就越來越怎麼樣？越來越脆弱，越來越無反手之一地，所以就讓對手怎麼講呢？會產生厭戰，那麼久攻無效，然後呢，對手呢不但沒有這個軟弱下來的，反而越打越強，所以這整個一套策略就變成就是說，讓這個路透社他們的文章非常的佩服，覺得伊朗很會打仗。那會不會造成這個這些什麼美國這些讓步嗎？事實上，你看第一次的備忘錄，美國就已經讓步。我想現在在美國來講的話，他最後說，我不是對伊朗讓步。我是對海灣國家讓步，所以因為海灣國家也一起叫他不要打了。是，那所以接下來海灣國家的反應又是如何呢？他們還認為說這個美國可信嗎？也就是說，美國在這邊苦苦經營超過10年的所謂的中東地區的軍事霸權，還算數嗎？上次哥又怎麼看？那另外就是說，美軍罕見的跟他們的軍隊來發信，是希望說有沒有一些新招數可以對付伊朗？因為目前的招數都不管用，是這個意思嗎？那上次哥怎麼看？對啊，既然在美軍裡頭要士官兵提供一些打伊朗的點子，你看多荒謬啊！当然背後其實凸顯的意義，其實就是美軍，我們不要講這個川普，
美軍大概真的已經打到生無可戀。要知道，其實這次伊朗在攻擊整個波灣地區當中的美軍基地，已經打了大概288次以上哈。那加上今天的話，已經快要逼近300次，就空軍基地已經打了好多輪回。在中東地區，其實主要美軍大機大概40幾個、47個或49個，所以已經打幾輪了哈。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說，很多現在美軍現在也散在這種民居或者躲在飯店裡頭，而且像伊朗也知道他們在躲，也繼續開始在打這些飯店或包括可能是美軍藏匿的所在。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不得不說，現在無論川普或美軍，他現在就是陷在一種說，就是說想打但是不敢打，但是不打呢又不能停的這種很窘境的時候，當我們看主要還是這一波，我們看第3波從7月29號開始，各位要特別注意哦，前面2波從2月底開始，包括7月初的7月中旬的時候，都是美國先打，然後呢，那麼伊朗還擊。這一次第3波是伊朗主動打，而且主動打之後，美國重新報復。然而我們看到了8月2號，因為每天都打啦，伊朗每天都打，可是8月2號伊朗打的時候，結果美國沒有還擊，8月2號美軍停了。所以當然有很多的說法，而且在那個時候就看到說，川普馬上就立刻改口，就是說又要停火啊，就是說又是波灣地區伊朗當中的要求，那麼大家再繼續來談。可是你說真的，伊朗真的談是為了要談嗎？當然伊朗就當然公開就否認了。我們看這幾天，其實我認為在整個伊朗主動攻擊上，除了繼續打美軍基地，眾所皆知，就約旦的這個美軍基地被打得非常非常嚴重哈，因為波灣很多阿曼啊這些國家當中美軍基地已經被打了，他們大量的飛機都挪到哪裡？就挪到約旦。這次打約旦，主要在停機坪有100多架這個美軍的這個連他們的掩體都不夠用啊，所以呢，據伊朗的說法是，他這2-3天連續打約旦的基地當中，至少打了每天只要打2到3架的 F-35，是摧毀了，所以加起來說已經打超過6架了，但美國不承認。好，你看哦，打約旦基地之外，這2天最重要的伊朗的做法是什麼？他攻擊伊拉克，因為伊拉克在先前當中被攻擊了多次之後呢，美國已經把整個伊拉克佔據，就是在那邊長久已經耕耘了23年的美軍基地，所有的情報部分全部撤掉。那麼在我們錄影的前幾個小時當中，其實伊朗是發動地面部隊，包括他們的重裝甲也都出現了。那麼這直接要把伊拉克清乾淨哦，打到庫德族的激盪所在，庫德族的工人黨跟美國求救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部分的靈活性，不只是跟美軍對戰，在整個大架構上當中，我們看到它这部分是伊拉克跟約旦。除此之外，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談美伊戰爭，你不能不說，現在胡塞跟沙特這幾天，也就是從7月底開始，也都在打。到現在還在打，在打的當中，雖然他們是局部在打，可是胡塞跟伊朗一樣，為什麼現在美軍在思考出主意？因為胡塞，你不要覺得他好像是一個什麼野裝部隊，胡塞可是2010幾年就跑到中國到杭州去學去中心化的布局，伊朗也是，所以現在美國你要打地面戰，你根本不知道打誰，你把德黑蘭炸爛嗎？伊朗也不會倒。所以這種去中心化的戰略體現在伊朗跟現在胡塞跟沙特在打，所以現在兩邊的部分戰爭其實現在在對付的，所以現在軍事戰慢慢的要轉為政治戰，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因為現在美國期中大選已經靠近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部分是現在包括中東的很多的國家對於美國的訴求，包括荷爾木茲海峽都越來越不相信。那麼現在北約雖然一度想要來加入這個戰局，為了荷爾木茲，可是被伊朗警告都退縮回去。所以我覺得伊朗整個這種國際政治，包括在美國國內戰治的這個動手，是同時軍事戰略之外同時兼顧到的。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趕快來看到的是軍事消息，殲36正式的官宣了，是空中加油機這一次實錘劍指的就是第2島鏈哦。另外，等一下會來看到這個小檔案的部分，也就是殲36它的一些戰力哦，3發的無尾翼獵殺美軍。那美軍的部分現在有 F-47還在造，
已經甩開了美國空優一個世代，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來看到大陸的6代機從不能說的秘密，現在呢是不是走到台前了，來到了官方的鏡頭？因為呢，我們今天最新要來關注到的是中國的軍方，也就是它的官方賬號中國軍號，它最新發布了一段影片，首次捕捉到了殲36的一個最新清晰的影像。那畫面中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的是3具的發動機、無垂直的尾翼，還有大型融合翼身的設計。神秘戰機直接從運20旁邊給掠過去了。那在這一段影片當中，軍方呢把給小六加油寫進台詞當中，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說這個加油機當中已經可以協助殲36做這種長程而且高續航力空中加油的能力了嗎？這會不會是殲36最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呢？我們先來看一段最新影片。局長，咱今天给誰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好，刚刚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官方公布的最新殲36的影像哦。那麼我們也看到專家針對了這些片段來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呢，殲36如果能夠在具有這種3具發動機跟有空中加油機一起支援之下的話，代表它接下來是可以長時間滯空做飛行的，也就代表它的作戰半徑會不斷的延伸，從原本是比較近海的部分，現在到了第2島鏈，甚至未來深入到西太平洋地區去了。好，我們也來看到殲36它的3大特性，等一下將軍會有比較深入的一個戰力分析。我們先來看到它的幾個小檔案。第一個，它的3具發動機可以支撐大型的雷達電子戰系統。第二個就是它無垂直的尾翼了。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哦。殲36它有取消了它的垂直尾翼，減少雷達反射，也就代表它的逆蹤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最後呢，它有的是大型融合式的雙三角翼，可以提供更大的一個內部空間，裡面呢就可以裝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燃料啊、大型武器、雷達感測器、電子設備等等，有利於它未來提高航程哦。所以呢，換句話說，殲36的設計哲學不是傳統的我們知道的這種極限戰機的狗鬥了，而是追求它未來可以看得更遠，並且飛得更遠、飛得更久，然後指揮更多無人機，也就是在敵人都還沒有看見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可以鎖定敵人，然後做遠程的打擊。代表它未來的攻擊範圍已經可以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區了嗎？3大設計有沒有什麼戰力特別值得拿出來看解析的？張將軍怎麼看？要發展一個新的這個飛機戰機，你要想的是它的任務定位是什麼？你要從事什麼樣的任務，然後再設計這個飛機。那這一個殲36，我認為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飛機大，3個發動機，你3個發動機，你能不能拿推力幹嘛？我就是大啦，我就是大，我要載彈量大，我的載油要大，我的2個發動機是不夠的，我要3個發動機。那我這個3個發動機，飛機又更大。好，那飛機更大的話，你這個又要強調逆蹤，又要飛機更大，那要從事什麼？我就要跨第1島鏈，可能在第1島鏈跟第2島鏈之間，因為我夠大，我油載的夠多，我飛得夠遠。那你要從事的什麼任務？我認為它定位逆蹤輕型轟炸機。你看它的3角翼那麼大，它3角翼是從哪裡開始？是從你座艙的飛行員坐到座艙，從後面開始延伸，一直到整個機尾，全部是3角翼。3角翼一般來講是1/3。你注意看那個幻象戰機或者是其他的飛機，都是大概1/3，然後再拉3角翼出去。機頭在前面，沒有，它從一離到座艙罩就開始变成大3角翼。增加升力，載彈量、載油量才會大。所以它任務特性，我認為是定型這個輕雄的。再來第2個，它3個發動機幹嘛？那我發電量就夠，我發動機3個，那我發電機就有6個發電機在發電。1個發動機帶2個發電機，你3個發動機就有6個發電機。那你在那麼多的發電機要做什麼？電的話，就第1個，我給雷達，所以雷達一定看相位之內，一定看得非常遠。我電力夠啊，我的電池不會打得遠啊。第2個，我電站系統特別要強化，因為打仗將來一定是電站。沒有電站，那電站你要靠什麼？靠我知道我的功率，我的電夠啊，我6個發電機耶，在發電呢，夠絕對用。那我的電廠這個絕對可以出去來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空中自衛的功能出來。所以電站跟雷達是它的特色。我發3個發動機，另外一個就我們來看。它這個每一型呢，因為它這個出來是第5架原型機，每一個構型都不一樣。剛開始的時候，它的你注意看，起落架是前後
前後串列，現在變成左右並列。它為什麼這樣收？它這樣收起來的時候，才裡面的話，它才可以減少它的這個面積，它就變成小，因為它就变成我們講到的变成並列型了。一收起來的話，整個輪子就在裡面，不用搞得那麼大那麼長。你注意看，它都在調整它的氣動力跟它的飛機空氣動力中心跟飛機的重心不一樣。這兩個跟飛機的俯仰操作跟它的這種空戰動作是有相關的。那麼這個歼36要不做這個狗咬狗的這個近戰格鬥沒有，因為它太大不適合。那上面掛的絕對都是超世紀的遠程空對空的飛彈，或遠程空對地或空對艦的飛彈，是要這樣來打的，都不是我們所講的想到傳統的戰爭。那現在它既然是不要去空中格鬥，那你這個逆中戰機是做什麼呢？所以我把它定為輕型逆中轟炸機，是這個樣。那將來的話，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它的這個生產的速度快，我認為它這個5架原型出來啊，就準備要定型了，就要開始做量產了，那量產的話，批次量產跟全量產，我認為第5架完畢之後，可能第6架我們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批次量產的飛機可能就要出來了，不會說我原型機做那麼多，那你還沒完成整個作戰的部署啊，那你這樣的話，你所謂為何？我認為第6架開始，我再判斷大膽的判斷，第6架就是批次量產的第1架。好，所以我們除了看到這個歼36它的技術上面的升級，剛剛張將軍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還有可能未來第6架即將要量產。那其實呢，我們看到目前為止是5架嘛，其實這些原型機曝光之後，我們看到它迭代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的，僅用了19個月的時間。那麼從第1架的2024年12月底到現在，已經是有5架了，而且它不斷的升級做測試不同的版本。那改進的方向包括了有它的进氣道啊、起落架、尾噴口、機鼻控制面等等。快速修正的包括了它的逆中設計的能力就變得更好，而且氣動性能跟飞控系統跟發動機的整合能力也都有提升。尚志哥怎麼看？代表說距離成軍已經越來越近了嗎？好，這次大家看到的時候是在大陸被昵稱它叫做南6，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成都這邊的話是南方，另外的話在瀋陽部分是北方，都是第6代這樣研發。那南6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所謂殲36的這個部分呢，已經具體看到，在2年之內，我們已經看到五架原型機。那這次其實引起國外媒體討論最多的，其實就還是它的，特別是因為它是3發動機，如果剛剛前面將軍所講的，但是在這一次具體看到了這個新一代的這個原型機當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有軍用塗裝。通常來講，你有軍用塗裝的部分，表示已經在測試你這個隱身逆中功能，這個蒙皮就已經在這個塗裝都已經在測試這個逆中的實際狀況了。除此之外，這一次最大的改變就是它的矢量噴口，因為過去來講，它早前幾代出來的時候，這個原型機的時候，因為它是無尾翼哈，所以這次它的氣動布局，在國外評論就是說，哎呀，通常這種無尾翼的部分呢，它的這個垂直啊，或它的這個怎麼推进功能、轉彎功能啊，各方面啊都会比較差的。結果這次出來之後，大家的是大傻眼，尤其是國外方面。而且在這次看到的，包括中國大陸評論裡頭，有強調它現在包括有垂直轉彎，包括高速當中360度回轉都能夠輕易做到哦。而且要知道，我們在對比現在說，就是現在以美國當中的 F-22來對比 ，F-22大概能夠飛的高度大概是19800。這個800米，但現在在推估現在這個殲36能夠飛高達25000米以上哈，所以當然這些都是數字推估啦，就表示說現在這個戰鬥能力真的很強。那大家特別注意的，我要講說，不是我們現在只看殲36，我認為大家如果要觀察中國大陸，包括殲36的發展，應該要看最近81，因為81是中共解放軍的建軍節，所以在此前後呢，在官媒裡頭出現了有6級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智勝系列，他把火箭軍、海軍、空軍，第4級就是空軍，這裡頭非常非常完整哦，而且這裡頭有包括從不同的空軍單位，它的雷達軍，然後包括它的空軍，包括它的維修，從他們包括士官長，包括一些老軍官的部分的角度去看在每一個軍種當中最新的狀況。我要講的重點是不是殲36單兵多強弱？剛剛其實將軍所提到的，中國大陸現在體系化作戰，以空軍來說，我看到在智勝裡頭提到，他什麼？他們現在思考空軍是幹嘛？我不是說我的飛機跟你在幾架纏鬥，現在最重要的就最短時間之內把你擊落擊沉。
所以這個體系化作戰來講，以殲36在這個大體系裡頭，因為它很強嘛，大家都知道現在它可能陸基當中，它也可以從中間起飛。現在預計第一島鏈台灣甚至逼近第二島鏈，它不一定要艦載。而現在殲36當然也有發展艦載，如果跟航空母艦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國西岸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而且它等於遠遠的逆中的情形之下，在最快鎖定，然後包括跟偵察機、空中偵察機一起整合的時候，最短時間看到你就可以把你打下來。它不一定要飛過去跟你纏鬥嘛。而且它現在如果還飛到高空中，已經飛到快要接近太空了，在這個地方發射，你根本他們很多雷達是掃不到的。所以我覺得現在殲36不只是它現在功能多麼強，然後一代一代原型機推出，而且即將要服役了，因為已經在測試塗裝了哈。然後最重要的是，它在這個中國大陸的空軍體系化作戰裡頭，無論對台兩岸，或者是中美最後中美日最後的對決的時候，它會在這個空中體系化裡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這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好，所以我們看到不只是殲36，中國大陸整體的體系化作戰，這個威脅性已經從近海一直延伸到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甚至到美國的西岸去了。面對於這樣的威脅，現在美國怎麼做呢？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目前美國 F47，也就是它的6代機的發展到底進度如何。其實呢，目前波音還在打造它的第一架原型機，那它的說法是最快2028年首飛，但是美國國會議員說，沒有辦法那麼快啦，應該是要等到2030年的中期才有可能來首飛。那也代表說，美國如果真的是2030年的話，代表美國近10年是沒有6代機，那它接下來怎麼辦？它就是要來繼續依靠它的 F-22、F-35跟它的老化的 F-15跟 F-16。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它現在最大的問題還要面對的就是它一直在挑戰它的下一代發動機，也就是 F-47的核心技術，他們要趕快把它研發出來，因為到現在還不夠成熟。如果要換它現在只能先用舊的發動機，但是如果未來要換新的發動機，其實這當中又涉及到許多的重新驗證的一些技術，又是另外一個麻煩。所以我們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如果 F-47要到國會議員所說的2030年中期才能完成，那這空窗期，中國大陸的威脅會一直擴散到甚至第一、第二島鏈，在空中力量會完全的改變整個空中戰場嗎？甚至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制空霸權嗎？介大使怎麼看？對，這兩個都是假設，都是肯定的。第一個，因為中國大陸必然會取得優勢。那麼第二個就是說，挑戰美國在這個動搖美國過去傳統在印太這個地區的空中的優勢，因為任何戰爭啊，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你有強大的攻擊力，你可以牽制这個敵軍強大的敵軍非常多的戰力，而且他會要反守，反攻為守，他要花到更多的這些資源跟布局啊。所以這一款這個殲36事實上的話，它照目前的預計，它會比美國的這個第6代戰機起碼超前5年服役，這個5年就會造成美國很大的空窗期。那這個領先5年會造成整個這個印太區域的這個空中中美兩軍空軍的這個優劣這個態勢。那因為這個殲36事實上，它的這個作戰能力跟它的特性那麼現在很清楚的，一定會重塑未來的空戰的一個規模這個規則，而且會改變這個中國空軍跟這個敵對空軍的一個力量的對比。為什麼呢？因為這一款殲36，它的作戰半徑是3000到4000公里，它直逼第二島鏈那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第二個，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特色它是一個怎麼樣全面隱身，而且有一個超大彈艙的一個飛機。那因為它沒有這個尾舵尾翼事實上它的那個折射面積就變小了，所以它的隱身效果會更強。然後它是這個機身三發的一個這個飛機所以它的機身也比這個傳統的戰鬥機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載彈量也會增加很多。所以全面隱身再加上超大這個彈艙，這是它的很大的一個戰力資源。第三個呢，就是因為它的電力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它可以作為一個空中戰力的空戰的一個指揮中心。是，除了它本身的有先進的傳導以及 AI 設施以外，它還可以指揮所謂的中程僚機跟它一起作戰。所以這一款飛機出來是絕對會改變這個整個印太區域中美兩軍在空中的戰力的優勢。好，謝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川普的關稅神話現在淪為騙局嗎？因為呢，現在他的關稅一旦是確定違法的話，要退稅給美國是2.6兆。那麼另外美債不斷的增加，現在每天光是要付利息就要支出30億美元。美國方面現在難道是靠賣日元來穩定美債嗎？下一場金融風暴在美國的部分會不會來襲？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美國經濟危險，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早還非常的好，那麼留言寫2。我們來做互動。好，先來看到有關於川普的關稅戰，現在帶給他的政治還有經濟上的反噬真的非常大。他原本關稅戰預期的事情是說製造業回流，然後呢這些供應鏈完全的離開中國大陸，增加美國收入等等，但現在這一些選項是完全都沒有實現。那麼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呢，是301條款是當時川普所提出來的嘛。那麼現在最新消息是全美25州包括了民主黨在內主要是民主黨聯手一起對川普提告，質疑川普政府利用他的職權擴大301的關稅。他說這個已經超越了法律的授權，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批評川普的301關稅戰根本是一場騙局。好，這個結果會是什麼呢？如果最終法院確定說川普的關稅戰違法的話，那麼接下來川普政府就必須要退款給企業，那麼預估金額甚至上看，我把它換算新台幣是2.6兆元。那現在也傳出呢，亞馬遜已經說了，接下來如果我們拿到來自於美國政府的退款的話，大約是6億美元的話，我們會把它全數退還給消費者。好，這個是有關於關稅戰的部分哦。那麼川普的301條款，那另外就是說他希望打關稅戰的原因是因為可以讓製造業回流嘛。但是現在的大問題是說，真的有回流嗎？我們來看到當时呢，川普說，你們不要在中國生產了，去東南亞生產吧。但是最新過了這麼幾年，我們看到許多企業就在抱怨啊，其實在東南亞生產的成本比中國高了大約15%左右。中國大陸這邊擁有非常好的一個零組件跟物流，甚至整體的上下游配套，這些都是東南亞地區不足的地方，所以短期內他們還是選擇企業留在中國，甚至採取的就是中國+1，就是中國加上某一個東協國家的一個這樣子的策略，代表川普的關稅打了這個製造業回流，現在也完全都沒有回流。最新民調我們來看到，川普的支持度來到了新低35%，民主黨近10年首次在經濟議題上，竟然他的支持度已經超越了共和黨。好，先請教尚志哥怎麼看25州對川普的301提告，企業可能拿回2.6兆元退款，是否這一些關稅戰現在美國自己買單，而且他的財政本來就已經有面臨到許多的壓力了，現在變得更加困難嗎？尚志哥怎麼看？去年在川普呢，對於他這個瞞天喊價的這種關稅，當然被美國聯邦法院最高當中判決他是違法的，因為這個權利是國會的，所以呢，在先前其實大吃鱉哦。那結果，川普現在推出了，在7月23號，由美國貿易代表處他推出了這個新301條款。它的理由內容主要是說，某一些這些企業，全世界當中你有強迫勞動的部分，然後呢就要給你科以這301的這個懲罰性的關稅，而且7月23號宣布，7月24號就立刻實施了。所以呢，這個東西其實為什麼大家現在就很火大？這件事情就在於是什麼叫強迫勞動？比如說，以中國當中就很多被處罰的這個廠商，他們就說：天哪，我現在90%都是機器
在做事情，工廠裡面跟外面根本沒有人了，你還說我強迫勞動哈？是，所以當然這次針對的部分呢，其實主要有包括歐盟的國家，另外中國當然是最主要，另外還有東南亞，它的大概稅是這樣子，大概是課徵的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10%，跟最高到12.5%，像中國跟東南亞都是12.5%，所以這裡大家知道哦，301有些去年當中一些舊稅，也就是說301去年就有課嘍。今年這個時候是新科的，舉例來說，中國大陸課最重的當然就是電動車。電動車在去年301的舊稅當中，跟基準稅大概就100%嘛，都知道，所以你就根本進不去。然後這次又被加課了12.5%。那所以要知道它大概是這樣子的規模，而且你盤點起來，除了這種電動車啊，然後電池、光伏啊，所有這些，甚至連稀土哦，永磁都還是被課了12.5%。然後另外各種的產業，重工業。另外，民生消費當中是一大籮筐哦，但中國那當然，這樣大家在看主要這個理由，雖然是對歐洲、中國跟東南亞，可是實際上都是針對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很多是繞道東南亞海外再出口到美國，所以要把這個部分封住哦。好，所以我們再看這301當中，因為到底這個關稅是中國付呢，還是最後是美國消費民眾付？所以現在25州聯手，就現在通膨已經這麼嚴重了，包括每一個州的基礎跟公共建設都會用到中國的很多的這些東西，你現在又課的這個稅，最後還是我們要自己付，裡頭很大的原因在此。可是呢，我們要看的其實不是這關稅，關稅可開、可調、可減，跟最後又推翻了。我們要看的部分是，既然是又出手這個關稅，對於現在中美方面的，包括經貿跟各方面的關係，尤其9月份的部分，習近平到底會去美國，大家現在要開始慎重的看會不會有影響了。我們知道早先王毅其實就已經跟盧比歐的部分已經2次打電話，在菲律賓見面。已經談了這一點，雖然兩邊都沒有講說啊，我們是不是會影響到習近平訪美，但是你可以看到這種嚴肅性，因為呢，在此之前，我們看到7月底的時候，這個中國大陸的部分貿易談判代表何立峰商務部副部長已經跟貝森特、跟格里爾，就是貿易談判代表做電話溝通這頭美國是幹嘛？是美國打電話來的哦。美國問說：“你大豆到底買不買？你說要買2500萬噸，你現在只買了300萬噸，這是怎麼回事？那你的稀土怎麼又把我們扣住了？”就美國現在其實它一直在出重手，包括科技的黑名單也才剛剛出來。可是你還在講說，你們怎麼沒買？可是在中國大陸何立峰那邊其實也沒有客氣，就像剛剛講說，你科技現在封鎖我們是什麼意思？對台軍售這個最關鍵的，你不能說你延遲。你要有個具體賣或不賣，你要說清楚。另外，日本的最近的動作也提了一下，所以我覺得現在對話的這個機制其實已經越來越到底層，越來越強烈。所以這一些的關稅的部分，我認為是周邊的環境，但是這裡頭是直指現在中美關係到底有沒有5月的這個蜜月期之後，後面會開始惡化，乃至惡化到最後習近平不去美國呢？這才是最後要觀察最後的中間點。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關稅戰燒出了美國的通膨問題，另外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接下來的習川會有沒有可能真的舉行？等一下我們會持續的關注。那另外就是說，上次哥剛剛幫我們看到了嘛，美國現在加大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力道，制裁的力道。等一下我們會來看到新增了43家的中國企業列入了強迫勞動的黑名單當中有一些具體的企業，等一下我們會來看。我們先來看到美國現在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剛剛講的是在財政上面的問題、經濟上的問題，現在來看到債務的問題，美債危機浮現。來看到最新美國財政部上修的數字本季的借款規模來到了7000多億美元，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更是突破了5.2%。這個數字什麼意思？其實是2007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高。現在市場憂心是說，會不會大家對美債越來越不信任，最後甚至未來會有拋售潮呢？因為現在美債已經逼近了40兆美元大關，佔 GDP 的120%。美國一年現在要支出大約是1兆美元的利息如果算每一天好了，大約一天最高可以達到30億美元的利息。美銀因此現在最新提出了警告，他說呢，你政府再不趕快來抗通膨，提出具體的政策的話，投資人就會降低對美債的信任，是不是美債就會危險呢？所以呢，市場甚至傳出美國為了要穩住美債所以呢才會要希望日本這種美債的持有國好好的承接住美債，也承接住美元，所以我們才看到昨天會有一個動作。
這個比較特別的動作，就是美日睽違15年一起聯手救日元的動作。川普嘴巴上說，對，我們是因為呢日本求我們才協助盟友的，但是財政部也特別揭露了，美國財政部說，他們這一次採取的策略，並非是傳統的賣美元買日元，然後去救日元，而是賣的是歐元呢。這看起來有一點弔詭，謝大使怎麼看？對，其實美國出手絕對不是為了救日本。美國是為了救自己，对，那這個而且這個要救日元也沒有那麼簡單啊，因為上一次日元要救的時候，日本人就花了740億美金，啊，這個去救日元，結果還是沒守住啊。那這一次我們貝森特那個被人家看到的那個是準備出50億或100億美金，這個是比較沒有怎麼講呢？數額上看起來比上一次來講的話少很多，那可是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他用透露機密的那種感覺，讓人家報道出來。其實這個就變成，其實在貨幣市場上，甚至任何的有關金融市場上，心理因素很大。心理因素會影響很大。當然，這就顯示說美國要出手，美國要出手。所以事實上的話，這1-2天效果還不錯啊。日元不是跌到158了，升到158了。那還是有效果，可是中長期就很難說了。對。不過就美國來講的話，其實一般的看法，美國這次基本上是怎麼講呢？他是要怎麼樣？要護住美債市場，所以呢，才去把你那個日元啊稍微幫你穩住一下。要不然上一次日本財政部這個賣了740億的美金，還穩不住的日元，對不對？740億都是美債啊。所以日本如果這一波再去拋美債的話，這個對美國目前這個所謂的這個債務市場的問題啊，只會加劇，不會改善。所以它最基本的還是要怎麼樣維護美債自己本身的這個市場的穩定，這個是他第一個出手的目標。第二個，它也是防止日本出現怎麼樣金融危機。這個金融危機一出來以後，在目前情況下，美國也很難這個怎麼樣全身而退。也一定會受到日本的這個金融危機受到影響，它會有這種所謂的這種連帶效果，所以也是要穩住全球的金融市場，這個目前對美國比較有利了。是。那還有就是貿易跟產業的考量啦，因為你如果讓日幣一直跌的話，那日本的產品事實上就越來越便宜啊，越來越便宜的情況之下，那跟美國的貿易逆差又會加深。所以怎麼算都是為自己算啊！美國從來沒有要替別人，從來沒有想做什麼去救別人的。不過最大的大家都有一個疑問，就是說，美國這算不算匯率操縱國家？以後他說別人匯率操縱國家，是不是還要聽美國那一套？好。這個是我看到這個最新針對於美債的問題他去協助日元救日元，但是不是就是為了穩住自己的美債呢？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有關於關稅戰的部分嘛，剛剛說這個美國打中國加強它的力道，現在具體列了43家的中國企業列入強迫黑名單當中，那當中包括了愛華集團，它是中國大型的鋁電解電容器企業，還有恰恰食品是知名的食品企業，那他們用的理由是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限制產品進入美國。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只是美國想要增加他的談判籌碼。我先制裁你，那你要來談啊，對不對？想要取消制裁，那你來談啊。這個就是美國的這些招數。那我們看美國的它的短板在什麼地方？就是說，我們看到美國一向西方國家強調的是自由貿易，那自由貿易，那你幹嘛要設限？我這個43家的這個中國企業，你憑什麼要設限他們？他們是因為有這個強迫勞動啊，然後因為強迫勞動而造成產能過剩啊，所以低價賣給我們。那你這個理由有十足的證據嗎？我倒認為這個是非常值得懷疑的。那問題在什麼地方？問題是這個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貿易，美國的逆差。美國買太多中國大陸的東西。我們今年現在8月，我們看到去年2025年，這個中國大陸的對美國的順差賺了2800億美元。你看看，中國大陸賣給美國是賣給美國4200億啊，
但是中國大陸向美國買1397億，是這一來一往，就是我剛剛所算到的2800億啊。那你賺那麼多，那美國就希望，那你多買我美國一些，你要多買我，那你現在不要多買我，这個制裁你43家。第二個就是美債，美債總共39兆，您剛才有講，39兆裡面啊，27兆啊是他國內各個企業的老百姓買的這個美國國債，另外12兆是全世界國際在買美債。最多的我們叫做日本买美債1兆美元嘛。中國大陸多少呢？中國大陸到上個月啊，中國大陸持有美債6593億，還那麼少哎！你賺我那麼多錢，你只買我們美債才買6593億。你要知道，中國大陸啊，在去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啊，占美國這個整個的全部的31%，就是說我美國買全世界那麼多東西，你中國大陸一個人就賺了31%。那你美債呢？你美債持有的占這個12兆賣到外面的，只占了5%。你怎麼只占5%？你賺我31%。全部的錢，你只買美債占了5.5%啊。所以美國就說你的美債還在，你不要再拋。它这是15年來最低的6593億，這是最低的。目前中國大陸，所以你看美國它的短板太多了。貿易逆差太嚴重了，那希望中國大陸來買，就跟剛才上次有講，就是說我們講大豆要買2500萬公噸，2500萬哦，公噸哦，你現在才買300萬公噸，那你還有好多要買啊，是不是？那這裡我要制裁你，那制裁你大家來談嘛，那來談的話，他會開出清單，你要多買我一些。其實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國內產業結構出了大問題，所以才會造成它競爭力低落。賣出去的東西少，買的東西就多，因為賣東西貴啊，買進來的多，便宜嘛。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再來看到 DeepSeek 把 AI 砍到了一個白菜價哦。現在說呢，成本只有 Cloud 美國的 Cloud 的1%而已，算力還是不斷的升級的。那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現在在拼它的記憶體晶片哦，長興存儲狂蓋晶圓廠，中國會打穿美國的 AI 全產業鏈嗎？今天我們來做深度剖析。好，來看到的是全球 AI 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價格斬殺線嗎？這一條線不是美國矽谷這些巨頭所畫下的，是中國大陸的企業。今天要來看到的是 DeepSeek 所畫下的這個斬殺線。因為呢，它到底有多便宜？它推出的這一款 V4 Flash 的版本呢，官方定價現在出來了，每100萬個輸入的 token 只要0.14美元，輸出是0.28美元。好，這樣講大家可能還沒有感覺。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大模型，中美之間的大模型來做一個價格上面的比較，就可以看出來了。好 ，DeepSeek 現在呢，我們看到大約是0.03美元。那麼還有就是中國大陸的 Kimi 是0.86美元，最高的現在是美方的 Cloud 是3.15美元。也就是說呢，我們現在如果把 DeepSeek 跟 Cloud 來比的話，它的這個它的算力還有它的技術 agent 的能力暴漲了60%，但是它的成本竟然只有 Cloud 的1%而已。好，另外除了價格戰之外，我們看到另外一個中國大陸很重要的 AI 大模型，也就是巨頭阿里巴巴了，它也推出了一個新的模型，這個是2.4兆參數的通義千問的 Owen 3.8 Max， 而且它接下來還會開放它的大模型的權重。直接會受到衝擊的，恐怕現在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們會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了。有關於價格戰的部分，上次哥怎麼看？這次這個 DeepSeek 出來之後，因為 DeepSeek 是不會宣傳自己的啦，但是呢，什麼是最好的宣傳？就是它的超低價格，而且這次超低價格的影響程度是如何？它穿破了整個美國 AI 產業，包括 OpenAI， 包括我們剛才 Anthropic 的部分的 Claude 的相關的部分的這個價格，這是破底哈。我們現在剛剛看到這個價格是很好的統計，就是在同一個做一個100萬
100萬的這個字節元素的這個各方面的這個統計當中要花費的 token 的錢，DeepSeek 竟然是這個最貴的這個 cloud 當中的1%耶。1%這種概念，所以呢，你要知道，在這個 DeepSeek 的部分推出這個 VC， 我们是這樣子 ，Flash 是它的基礎版。更厲害的是 Pro 版，但是現在大家拿 Flash 來比，因為大家的入門基礎版，大家一般的中小企業用的已經夠了哈，用這個來對比，所以呢，它為什麼能夠這麼便宜 ？DeepSeek 主要是 DeepSeek 在它的基礎當中，它有個能力，就是它做了所謂延緩記憶能力。你要知道，如果是在 OpenAI 那邊，你打了很多的一些複雜，比如說你要做程式、要做圖或各方面，你在打上去的這些時候，其實就要耗費 token， 而 DeepSeek 跟包括 Kimi 也都一樣，他們可以延緩的，結果你在打部分不用花他們記憶體，而在運算當中，他們也最有效率的達到一些基本的這個運算參數來處理，所以功能一樣強，但是它就不用耗費那麼多的 token 哈。所以這個 DeepSeek 剛推出來之後，在對轉時間之內。先前他已經是第1名了啦，他現在先前又把 Kimi 這一件又把它打掉那為什麼能夠這麼便宜？剛剛提到了，但不得不說，還是第一個，他還是第一個，在他們的這個所謂延遲技術，這是第一點。第二個主要還是長久以來，因為 DeepSeek 為了他們沒有最強的輝達晶片，所以他們在整個基礎性的軟體寫到透。最近 Meta 的這個祖克伯部分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提到這一點。他說，就是中國因為晶片不夠強，所以他們對於基礎的要怎麼樣發揮軟體的部分架構到最底是吃透的，不像美國，因為算力夠嘛，我們就隨便寫一寫哈。但第三個還主要是梁文峰哦，梁文峰這個創辦人他自己本身的這個哲學，他還是認為當中第一個他考慮的問題是3年後、5年後的軟體架構問題，他現在就要解決，他不是說為了現在要賺錢或跟人家比拼哦，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節奏跟進度，而且他認為就是要便宜啊。而且他認為他現在這麼便宜，他都還有6成就是6倍的利潤呢，他還可以更便宜，如果他要的話。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中國大陸現在是這樣子 ，DeepSeek 大家認為，Kimi 智譜是我們最近的哈，大家還要注意阿里巴巴以及現在剛剛講說字節跳動的國外版的，就是豆包的國外版 Dora。另外，包括小米小米的這個數據庫在工業上應用也是很厲害的哦。騰訊的渾圓在這種商業畫遊戲的時候很厲害，就這7個，現在這7個是美國現在最常用的，大家要記住。好，所以我們看到是中國大陸它的大語言模型的飛快發展。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隨着中國大陸的 AI 崛起，他們也開始限制住，很擔心這一些技術被美國拿走，所以他開始針對於國內有很多的限制。首先是針對人才的限制，另外就是晶片設計這個技術害怕外流的一個限制。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人員的限制，它推出了新版的出境入境管理規定，這個9月15號會正式的施行。反正意思就是說，中國公民他們很擔心你把他的技術啊，或者是國家產業帶出去，所以如果你帶出去違法的話，就會來限制出境。第二個是這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簡單來說就是要強化中國大陸的晶片的設計的登記，還有智慧財產權等等。所以這個被設起了所謂的中國 AI 國家級的防線，意思就是說，對，模型可以輸出，產品可以輸出，但是核心的技術還有人才，你必須要留在中國大陸之內。謝大使怎麼看？其實它這個主要是限制技術啊，並沒有限制人才啊，人才還是可以自由流動。那它只是說，就是說中國公民他的行為可能危害到國家產業安全或技術安全的時候主管部門他不需要這些司法單位的這個宣告，主管部門就可以直接對這個個人採取這個出入出境的限制。那這個基本上它反映一個現實，就是說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國政府的這個注意了，也就是中國已經有很多技術已經被別人在怎麼樣，在這個target 了，已經設目標了，準備要動中國這一方面的這個奶酪了，所以過去中國大陸沒有領先技術的時候沒這個必要，那這就顯示中國大陸。尤其在這個半導體、AI、生物醫藥很多方面，它已經有領先的技術了，已經變成外國公司或者外國的商業間諜它所覬覦的對象。那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去年年底的時候，今年初的時候，我們也談過一個案子嘛，就是 Manus 嘛，就是中國大陸一個 AI 的一個新創公司，它因為 Meta 要買它，花20億美金買那他是先把技術移到哪裡？移到新加坡，然後成立新加坡公司把技術帶走。
那可是這件事情，中國大陸發改委在最後一刻他還是出手，然後而且他約談了當時2個這個公司的負責人嘛，那結果這個就是說，美國的公司併購中國的新興的 AI 公司的這個案子就被打消了，所以就變成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是尖端科技的可以輸出的國家了，所以它這個主要是在限制科技技術的輸出哈。當然，它將來會不會就影響到說嚇跑自己本身的人才？我覺得人才不會因為這種事情嚇跑了，人才會因為他有沒有一個生態環境有利於他的科技跟他的事業發展。我想梁文風的話，他去美國的話，沒有人會給他這麼多錢的，沒有會有這麼多天使基金會給他的，也不會有這麼政府強大的力量在幫他的。對，楊植林也是一樣啊。王欣欣也是一樣，而且他們本身都是在中國大陸這個地方土生土長，他做什麼事他都方便，所以我覺得真正人才，我覺得不會受這個影響，對。好，所以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這一場 AI 科技戰哦，除了比模型、比人才，還有我們看到的是技術之外，現在另外一個我們要來討論的，還有包括了記憶體大戰。好，最新消息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潤龍頭長興存儲，它傳出了，我要開始來擴張我的產能，在北京新建第2座的12寸低潤晶圓廠，並且加上這一家在上海跟合肥的產地的話，擴產計劃順利完成，長興存儲可以提高1倍以上的產能，直接挑戰的是3大個企業霸權。第一個就是美國的美光，還有2家的韓國公司三星跟 SK 海力士長期低潤市場的壟斷。那現在傳出呢，因為呢長興存儲它的這個記憶體的晶片價格真的比較便宜，那這個蘋果的公司呢，為了要買到比較便宜的，同時也分散這個供應鏈的風險，所以想要跟長興存儲買。當然了，美國的國會議員是立刻的，還有美光立刻的反對這一項決議，說呢這一件事情是違反國安法的。將軍怎麼看？那個長興存儲，我們知道它有價格優勢，就是便宜。我們同樣規格，但是我就是便宜啊。那便宜的時候，如果是美國議員沒有這方面建議，那這個只要一使用一買的話，那以後變成會有我們講使用的慣性，你就會一直買下去。為什麼它便宜？你要不要再買貴的？同樣規格，你要買貴的，不要了，那你就買長興存儲，那就不是依賴性了。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貿易保護，它要保護他們國內的產業。你不管是海力士或者這個韓國的三星，或者是美光，我就是要保護就對了。我如果買它的，那以後就一直買它，會買下去了。那我有3個理由，大家可以明白。第一個，你注意看，美國會想，這有國安疑慮。那一講國安疑慮，它有後門程式，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吧？它有關進去哦，這有國安疑慮哦，那我們就不要買。國安疑慮常常用嘛。第二個，我們可以知道，它產能過剩，它這在傾銷，你傾銷這個違反貿易原則，你這個傾銷你就壟斷呢，那你就不可以，對不對？那你這個產能過剩，你看我們知道那個以前美國的那貿易部長那個葉林最喜歡講，產能過剩，對，每次講產能過剩，要產能。什麼叫產能過剩？我就做得多，什麼叫產能過剩？我的身上我沒有刻意產能過剩，是你們叫我產能過剩，是我第一年是這個問題。那第3個是什麼？他強迫勞動，所以他不能買他的，他強迫勞動。你看看這3個，他隨時在運用哦，他會換理由，一下產能過剩，一下強迫勞動，一下國安疑慮。